音乐的创作，文艺的创作其实是要打通人的灵魂的。你可以发现很多宗教里面哈，它做仪式它是需要有音乐的。一个好的文艺作品，我还看到更玄的，就是什么很好的那些什么作品，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是音乐是从天上面那些人给你传递下来的，不是你自己写出来的，有些时候。所以一个好的文艺，对，一个好的文艺作品，一个好的音乐创作，是需要你整个人在一个放松的状态，你能够沟通到一个高我，或者沟通到别人，你把这个信息拿到，然后你再把它创作出来的，你是需要一个比较平稳的。对。但是我感觉到现在文艺圈也喜欢给你搞个对赌，哎呀，我说你的对赌一搞出来，那行了，那咱们别弄了，咱们就追求效率吧。是这样的。然后你接下来就会发现，文艺界现在投资有个什么特点哈，喜欢炒 IP 了。对。也就是我不愿意，我作为资本，我不愿意冒风险去投一个 nothing， 就是我投一个就是以前没冒过头的，我就喜欢拍什么，你葫芦娃1部拍得好，那我拍2部啊，葫芦1、葫芦娃2、葫芦娃3、葫芦娃4，哎，一直不停的拍。对，就这其实是一种资本避险的方式，但同时也是创作的惰性。然后你哈利波特1部好看是吧？我拍2、拍3、拍4、拍5、拍6、拍7，对，只要不倒，我就给你一直拍下去。你会发现，不管是好莱坞也好，电影也好，他都喜欢出续集了。他天天跟你讲，我们要 IP， 我们要 IP。但我说你这就是文化商务，就是大家已经开始不是在新的领域去耕耘，去创造一些新的灵魂上的刺激、精神上的刺激，而是你只喜欢在自己已经熟成的地上面不停的在那挖挖挖挖挖。飞驰人生1部开得好，那我拍飞驰人生2，2好我拍3，3拍得好行，我再拍4，我就1、2、3、4、5、6、7、8一直往后拍。对，那你说以前，你说，我想说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个受众，他的这个审美水平也下降了，就是他能够欣赏到这些很垃圾的商业电影或者商业作品。对啊，但他就有票房啊。那你说这个，你说这个是不是就效率带来的呢？我要追求投资效率，我要讲投入产出比，那咱们就把那个什么破 IP 就不停的拍呗，从1部一直拍到10部，只要你是同意，我给你拍到20部都行。对吧？那你看古代干这种事情吗？《红楼梦》写得好，那我们写个《红楼梦2》呗，我们再写个《红楼梦3》呗。哎，《水浒传》不错，那你就不停的写呗。今天《水浒传1》前传后传，对不对？就拍续集去写。哎呀，你看古人有些时候在文艺创作上还是有自己的独立性的，就是一个东西写完了，不管是再鸿篇巨制，就到此为止，咱们就要开启新的一个地方，咱们在其他地方耕耘一下。对。你罗密欧朱丽叶写得好，那就写得好，那就结束了。你不要说我再写个罗密欧前传、朱丽叶后传，对。但是你要在今天的投资环境，那一定就是说，只要莎士比亚火了，其他大树之下寸草不生，你其他的剧作家你们都可以歇菜了，咱们就把莎士比亚的东西就不停的拍，对，拍完一波再一波，拍完一波再一波，那到后面就，其实大家就进入文化沙漠。那文化沙漠其实对灵魂的刺激也是相当的不好的。对，就是你相当于灵魂欣赏不到像以前那么多好的东西了。现在我们想要去滋润一下我们的这个灵魂，那只能去找以前的那些古文呢，或者说是以前的那些作品去翻来覆去的去嚼，但没有新东西了，就没有新东西去产出了。对啊，但是你现在也不怪他们，他们如果真是 ROI， 因为我听他们跟我讲过，就是说对明星哈那个压榨，其实也是挺可怕的。对，他现在也投资，他也要把明星给拿进来，说你要不要也投？哎，我说我当演员为什么我要投资呢？哎，他们现在这个合作模式也是，你虽然是主创，但你也可以加入进来，然后再给你签个对赌协议，就这个东西一旦完蛋了的话，你作为明星，你跟到一起完蛋。那我就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人就应该极端保守说，那我不想完蛋，我还是想一直的富有下去。那咱们就稳妥一点吧，咱们就不要冒险了，咱们还是去拍点那种中规中矩的，市场一定有保证的。那其实最后妥协到最后，就是大家看到的就是个妥协的结果，没有人愿意冒风险了，没有人愿意去说咱们去开辟一个处女地。资本就是想把所有的利益全部都榨干，然后再把所有的风险能转移的都转移出去。对，他就空手套白狼呗。他有时候他把自己都套进去了，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他都没忘，他 create 了一个，他制造了一个东西，但这个东西他忘记掉了，他也在这个框架里面被制约了。对，就最后每一个人的好。
对，这谁都没落着好，大家都受伤了。对啊，所以我这个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一点。我还经常跟我妈说，我说，然后我妈最喜欢说一句话，说你们90后，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90后啊？我妈最爱说啊，是的，我们3个应该都是90后。啊，哎，可能是2000年的，是不是？我有点记不太清了。哦，我99的。哦，那擦边儿。然后我妈最爱说了一句话，说：“哎呀，你们90后可幸福了，哎呀，怎么样？”然后我就经常爱给她反驳，我说你要想清楚哦，你那个年代，我说我妈那个年代，我说你们其实操心的事儿是非常少的。你说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般普通人哈，我说你操心2件大事儿，第一件事情就是房子，第二件事情就是婚姻，对，一般就这2件大事儿吧。然后还有第3件事可能就是工作。我说你们那个时候，第一，房子不用操心，那都是单位分房子。我说你操什么心？第二，婚姻，哎呦，你们那个时候结婚成本为0，你结婚你需要操什么心？什么心都不用操。然后我说找工作呢，包分配，都没人给你抢。那我就说你全部都占完了。那个时候我说我跟我妈说，我说你们那个时代才真的是该修行的时候，因为你人生真的是没什么该操心的。客观物质条件，反正要富也富不到哪儿去，大家都是那个水平。一说工资，我告诉你，你月工资能到100多块钱一个月，你已经不得了了。那能够说是超越到什么200、300、400、500一个月的，哎呀，那人也不是，几乎没有。就大家消费水平都在一个层次上，你要攀比也没啥可攀比的。你们家有一辆自行车就不得了了，然后房子也不用操心，小孩的前途，哎呀，哪儿有什么补习班嘛？你那小孩有个学上就不错了，反正大家都那个样。我说那个时候你没有什么强度，你真正是可以休息，你可以思考一些形而上的。但我说今天呢，今天我说年轻人00后也好，90后也好，我不觉得他生活那么轻松，我不觉得他一天坐到那儿能东想西想了。但我妈就不同意，哎呀，年轻人可幸福了，怎么样。其实大家都是不能站到对方的立脚去考虑，都是说白了都是自说自话了。然后动不动就说什么，怎么样？但我就说这就是时代变了。所以我有时候说，我说这就是时运变了。其实真正容易灵修的时候，你有心思去东想西想的，是在90年代、80年代到90年代。然后那帮人是可以想的。然后如果他们混得好的话，变成今天的老登，他们今天是有闲心可以来搞点玄学研究的，他们是有这个心力的。但是今天我觉得00后和90后他们是没有机会可以搞那个什么玩意儿的，搞玄学研究的。那生活除非你就很有钱，你父母把你养着，那你可以搞。但是如果你要出来工作的话，那我就觉得搞得你简直是身心俱疲，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事情。怎么说呢？我之前跟有个人聊过这个话题，我的观点其实跟你是刚好相反的。我觉得今天其实是最适合修行的，以前的话是很难修行的。怎么说？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今天你去像古代啊，你修行的话，你至少要解决吃饭问题，对吧？还有住宿问题。然后现在呢，其实如果你真的想修行，你去找一个那种特别荒的地方，荒山野岭的那种，或者农村里边那种废弃的地方，其实你的生活物资其实是很好解决的。就像以前的话，你可能需要种地，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现在可能你只需要出去干几天日结，然后拿到一些工资，直接去买物资就好了。就是你懂我意思吧？就是其实现在物资其实比以前是更丰盛的，包括底层的人他获得这些生存所需的这种必需物资，比以前的人要容易很多。就是我说的是必要的东西啊，不是说那些非必需品。就像你说的房子呀，或者说婚姻啊，其实这些都是非必需品。就是修行的话，其实你只需要把那种必需品搞到就行了。比如说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然后有吃的东西，可以维持你这个身体健康就 OK 了。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我懂你意思，就是高效，然后发展到现在，其实
你要获取这些必需品，其实比以前是更容易了。只是说你现在你面对的这个世界太纷繁复杂了，然后你需要考虑的东西变多了，所以你很难去拒绝这些诱惑，你懂吧？你没有办法去拒绝这个社会生活，然后去拒绝这些非必需品带来的这种便利性。还有、这样说吧，你刚刚说那个情况，我觉得是属于修行程度非常高的人，他心性已经很纯、很坚毅了。就像你刚刚说那样，他只需要一个遮风避雨，那就说明什么情况？说明他对物质生活没有什么太执着的要求了。对，他对自我享受的很多我执他已经放下了。对，对各种享受都放下了。对，那这个境界就已经相当高了，我觉得他相当高了。甚至你说对婚姻他都放下了的话，那我觉得他境界更高了。对，就是这个人就是说他能做到这一步，且不说他具体修了什么，但就是说他单说他能下这个勇猛心，他能把事情做到这一步，那我觉得这个人已经就是人中龙凤了，他就已经这个水平很高了，而且他已经可以抵御很多压力。如果他父母在的话，他父母肯定说你这小孩你怎么跑出去修行去？我们希望你是干什么？我们希望你去爸爸妈妈给你安排份工作，你赶快去干啊！是30而立啊！你赶快买个房，娶个孩子，生个孙子给我带。对，你不给我弄，爸爸妈妈在亲戚面前都抬不起头来。那个什么，上次过年的时候，张姨啊，她小孩都结婚了，还生了个娃，哎呀，怎么样？哎呀，妈妈听了之后多难受啊！妈妈也喜欢抱个孙子，对吧？所以我说，他虽然就是你解决这些物质上面是更容易了，但是你需要面对的这种，心境上的考验更多了。对，但他能抵住。所以说，你刚才描述的那种人，就在我心目中已经是属于非常厉害的。他的那种勇猛性啊，他为了修行，他能够付出的已经是超出凡人了。他已经不是说那种就嘴皮子跟你说啊，我要修行，我要修行。对，这种人确实，他本身就是少有的。对，但是我说我妈那个时代，她好的是什么？是普通人，你不用下那么大的勇猛心，你多多少少也能修。你想练气功，你也可以偷偷练，你可以练一练，你也不需要真的付出什么巨大的努力啊，或者是巨大的牺牲啊，你基本上就可以是那种不负如来不负卿的那种感觉。你干，你生活继续啊，然后你有点闲暇时间，你有很多闲暇时间，你干干你自己的事情。对，50年代那段时间气功热，他们就这帮人啊。说实话，就班儿也上着，但是那个班儿上的也跟退居二线一样的，一边上个班儿，一边练个气功，哎，之间还道友还可以交流，哎，怎么练气功，怎么样，就是这帮人啊。但我说实话，就是闲的。我说你们也是闲的。我说按照今天的企业，我给你考核绩效，你哪儿有时间搞这种事情？对，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那个时代可能更适合大多数人去接触修行。当下这个时代呢，可能对于那些心性很强的人，可能也比较容易修行。但是呢，对于大部分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他们心性其实是比较弱的，很容易被外界所牵着走的。对，而且他也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勇猛心，来敢于对放弃那么多事情。是，就是现在我觉得可怕的。对，现在人的执念更多了，以前的人执念就少很多。你知道执念多还有一个什么可怕吗？从玄学上讲，就是他死了之后，他很难灵魂超生，他就可能死而为鬼。执念越深就会是这样子。然后呢？对。然后在大陆，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情况是人死了之后他是不超度的，就因为无神论嘛，你死了就死了呗。现在绝大部分人都是不超度的，因为都是那个无神主义者嘛。对，无神论的。对啊，那我就说最可怕的一点是，我就说你这样子搞下去的话，我就有个大问题了。我说你这样子搞下去的话，因为我看那个萨满研究田野调查，就说。问萨满，就是说你看见鬼魂大多数都是哪儿来的？他说那大部分都是大陆过来的，我们蒙古这边是很少看见有鬼魂的，那你鬼都是你们那儿来的，因为你们死了之后又没什么处理，反正就是烧，该干啥干啥。但是他们少数民族这些，他们还是有自己的仪式。啊，西方这边呢，那也信天主教的，该送到教堂里面，该去做仪式的，做他们的 service 的，该做也得做。
但是我发现中国还真的是不怎么做。对，中国不怎么做。我觉得这些鬼魂，它可能它又有用处吧？我觉得。按照我妈说的话，这些鬼魂出现在那儿，有时候她出体的时候，她就会遇见。说某种程度上对她来说就造成了叫做什么困扰。她其实很怕这些，她有时候她很怕这些的。所以我当时也问过你，我说你出体没遇到过吗？我妈说你有可能会遇得到的，然后一旦遇到了会很可怕。我身边有其他人遇到过的，他们跟我讲，因为他们是我亲人，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撒谎，应该是真的。然后，那你会害怕吗？他们会害怕，只是我不害怕而已。我之前有一次遇到过一个，他就是触碰到我的这个身体了，所以我会有点害怕，因为第一次遇到嘛。然后过了好长时间，我才缓过来这个劲儿，就是才克服过这个恐惧感吧。就是第一次接触的时候确实挺害怕的，后边的话因为渐渐就想通了嘛，就安慰自己嘛，就说他们其实也是跟我们一样嘛，只是他们没有这个肉身而已吧。对，他有时候会惦记你这个肉身。对，有的会。对啊，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轮回嘛，所以他们就会想办法去找一个身体，或者说想办法让自己去脱离当下的这个困境，相当于一个人被困在了一个地方，他想要出去，你懂吗？是，而且我看过很多文献，我发现灵魂转，就是从最好的情况下来讲的话，就灵魂它假如说有一定的自主权，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他其实本身想体会这个世界的，就体会。但是你体会这个世界的话，更多的是你需要一个物质的身体，你才能体会。然后他就进入了物质的身体，那佛教就叫助胎。他助了胎之后呢，他接下来他就确实能体会到这个世界，比如你能吃，你能喝，你能享受到欢愉，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你这个身体来实现的。或者说你可以仔细想，在我们人世间描述的所有人的快乐大部分快乐是需要通过这个物质身体来体现出来的。就你假设没有这个物质身体，那我给你描述的很多人间的快乐，你是完全不能理解，而且你觉得也是虚无缥缈的。对，是这样的，就是那有的东西就只有人间才有，阿飘的这个世界是没有的。对，而且你需要有这个身体感知。比如说我说好吃的东西，你得吃吧，你吃了你才知道好吃吧。对，是这样的。但他们有时候说这个话呢，他们又不说的全面。那好吃，那什么叫做好吃？好吃是你身体好的时候才好吃。那你要是有你肝脏有问题，你逆油，那我给你上盘红烧肉，你看着就恶心了，对吧？你要有胃病你也不行。所以说我就觉得世间无常这个事情是大部分灵魂他不能意识到的，就是说你所谓的快乐，这个可能只是不可持续的，就是说只是在小的一个时间段内，我能保证你有这种快乐。但是如果这个时间段一旦拉长了的话，你这个快乐水平质量到底有多高，那我要打个大问号。对，其实我觉得很多灵魂它降生确实是为了体验这个世界，但是呢，它因为降生的这个过程，它是会记忆阻隔的，它会让你失忆。所以然后他一进来之后他的思维嘛，又被这个世间的这些比较杂乱的东西所扰嘛，所以他就很容易就是陷入到一些没必要的痛苦，或者说是一些执念里边。那你有想过他们为什么会我不知道啊，就是我想知道你有想过他们为什么会那个记忆会阻隔呢？就这个体质放在那儿是要怎么样的？我觉得它之所以被阻隔，就是因为轮回它本身是一个收割系统，它不是一个自然的成长系统，它是一个人为设计的收割系统，就类似于我们公司需要提升业绩，那么我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老员工给开掉，然后去招更多的新员工进来。这些新员工你收割他什么呢？
收割他的这个类似于精神力一样很玄学的东西，不是我们物质界的东西。我现在有一个我现在有一个 conjecture， 我有个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从收割的角度来描述轮回的话，它很多时候是在收割恐惧。对对，是在收割恐惧，就是收割你的负面情绪。对，魔鬼最喜欢这个东西。说实话，你想想，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要面对的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而人天生的，我发现在不确定性面前，你是恐惧的。对，你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你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在人出现恐惧的时候，也是最好诱惑你的时候。而且你会发现，就是中医里面会讲，恐是伤肾的，而肾是藏这个先天元气的地方。就是你一旦恐惧，你的先天元气就会泄露，就会大量的逃逸。对，我觉得很多时候轮回本质上它是更好。如果我们纯从收割的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世界的话，收割恐惧是非常有效率的。说实话，你假设吧，假如说你轮回之前的记忆你都记着了，其实在你面前就是个老生入定的状态，就是太阳之下无新鲜事，你这些破事我都见过了，我没有什么，就是所有事情在你看来，这不是都历史上发生过的吗？你们天天在这惊讶，觉得这事儿就古今未有之大变局。你说，哎呀，主要是你们书读的少，天天在这觉得这个事情又惊讶了，又不得了了。说实话，我早就见过。你说就这样吧，还不如咱们就推背去，不要搞什么预测，没什么可预测的。对。但是正因为你是每次都是新的，你的灵魂感觉是新的，所以说，那我每次给你来个事情，重新恐吓你一遍，然后你又会觉得哇，完了，这世界完了，我怎么办？那接下来我可以收割你。我说，哎，我有配方，我告诉你，你跟我达成什么交易，我可以保证你接下来怎么样。对，你只要上了我的道，那接下来那你就是我的仆人了。就刚才我们讲这个资本收割，包括制度设计，去收割这些打工人，他其实他之所以能够成立，从根本上讲，是因为暴力的存在，就是阶级暴力嘛。他会，就比如说战争啊，这真的是要你命的。然后人又会有一种对死亡的恐惧，就根儿上讲，就是所有的恐惧可以归根结底为对死亡的恐惧，就是大家都怕死。对，那是个最终极的恐惧。还有一种就是求而不得的恐惧，或者得到了再失去的恐惧。我打个简单比方吧，我算命中遇到最多的就是算感情了。他得到一份感情，他就怕失去，或者他觉得他维持不住，这个恐惧也是巨大的。我发现。哦，那也是。那有些时候，甚至可以跟死亡相比的啊，他觉得哎呀，这份感情要没了，哇，他简直觉得他自己就塌了。对，那这也是恐惧。对，我觉得像这种感情上的这种恐惧，一般都是因为他把自己的这种情感，或者说他的这个个体，他其实是完全就是植入在另外一个他者的身上了，所以他觉得失去他就像他自己死掉了一样，你懂吗？其实也可以往死亡上面去靠，就是他觉得跟这个对象分手了，可能就是跟他自己死了是没什么区别的，因为他的对象其实已经把他自己的很多东西给放在他的身上了，迷失自我了哈。那说恋爱脑嘛。对，就是相当于他把自己的很多东西都放到了对方的身上，所以他不能失去他，因为如果失去了，那就是他的东西就没了，你懂吧？相当于他自己的命儿，他的小命有一半可能就在对方身上。那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哈，你高我出现的时候也会比较多。我为什么突然提到这个事情哈？就在我实践当中，我拿梅花易数算命的时候，我发现一般这种情况人来算的命，它是最准的。最准的，而且有时候是准的你不可想象的准。怎么说？就是因为我对算命不太了解。应该是这样说，它算命本身其实从过程来说是个非常，就如果从纯唯物的话，你会觉得是个非常扯淡的事情。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
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